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的一集。今天是怡初跟我一起对谈。今天要谈的主题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你如何陪伴正处于疾病当中，有可能已经在死亡边缘的亲人呢？那因为就是最近我的家人也正在经历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会有很多的疑惑，就是在这个状态之下，所以今天我就跟阿霞一起录这一集。欢迎。那最近应该很辛苦，我知道就是百感交集，但我也相信，其实我们在面临生老病死的时候，如果真实要去面对，而且真实要去明白，这个学习里面我们在经验的，其实它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大的疑惑可能就是说，在一个这么重大的疾病的时候，为什么人是需要经历过这种苦难呢？你觉得没有生病而死亡的人，他们经验比较少的苦难吗？也不是，每个人经历的苦难都不一样，但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到底是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今天来的高龄是 CD 高龄，当然还有我，照顾我另外一个阿法高龄。阿法高龄是专门身体疗愈的，所以待会他也会跟大家分享。那我就先把频率就是交给 CD 高龄，让他回应你的问题。亲爱的，我知道守护一个生病的家人着实不容易，因为那不止生病的病痛本身，它还包含了离别，还包含了陪伴者内在必须穿越的许多的情绪。而你问，为何人一定要经验身体上的疾病与痛苦？你知道，在灵魂层面，一个人会走向生病，我们清楚，因为外在的环境，还有内在的部分，就是情绪。当然也有很多，就是灵魂故意的安排，是为了拥抱痛苦本身吗？还是在就由疾病的过程里，去经验更大的灵性与更大的自己呢？首先，你知道，人们在许久以来，在古时候，大家在寻找长生不老。当时，疾病也一样存在，只是人的生命没有现在如此长与有医学的陪伴。亲爱的孩子，我是你的守护神，你从来没有遇过我。阿傻有白长老，我就是你精神导师。我不曾跟你对话过，但我对你生命正在蜕变的所有过程，我无时无刻在不远的你引领、连接和保护着。生病其实很大的
灵魂意愿，是为了将所有一生当中情绪失衡的、身体失衡的、与外在环境失衡的，在最终的情况里，因为浓缩，所以蹦出了疾病。当一个人的生命有疾病的记载和蓝图的规划，我们可以改变吗？还是非得走这一遭呢？它是可以改变的，只是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认识你跟蓝图之间，你跟灵魂之间，如同你在这么多奔波辛苦的生命过程里，我也必须提醒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你的家人给了这么好的视线，是为了提醒所有跟他有关的朋友们、家人们，可以记得好好的借镜，让自己的生命可以在没有生病前好好的改变它。其实科学有它非常缜密的部分，当然科学就如同一把锐利的刀，它可以割掉疾病，但它也可以破坏身体本身。所以当一个人的生命在疾病的过程里，就是在一个破坏、重整、破坏、重整、破坏、重整。我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为何一定要走这招呢？你知道，如果一个人累积了非常多的情绪，他以疾病的方式在此生去释放、去面对，他在来世其实就少了很多你所谓的苦难。这样讲是以大方向来说，我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有。我最近读到一句话是说，当你知道你的生命是有限的时候，那你在寻找的路上就会非常的专注。那身为家人，我们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家人去在面对这个苦难的家人，可以去学习放下，或者是说，因为有的时候面对长辈，我们是很难找到一个更感性的语言。其实，尤其在亚洲的家庭里，对，你知道身体生病的人，其实很多的文字他没有办法全盘接收，因为身体就如同一个非常实际，当你要离开这个身体之前，你只能感受身体的酸甜苦辣，所以传讯或很复杂的文字，它可能可以引动的都没有强过于你将你的手掌心放在他的胸口。你知道，对一个生病的人，就是害怕做对不起最珍惜的家人，而内心感到愧对，或内心感觉到没有办法给你们最好的结尾。这是一般生病的人在很深的意识里，尤其一个人生病情绪暴躁，你可以看到他里面有多么无助跟脆弱，因为身体如同让你平常可以控制的支持自己的平衡会全部瓦解，而你知道
这个全部瓦解，在灵性的成长有多珍贵。因为瞬间他只有情绪，他没有控制，没有脑袋思考过的，没有人格，但他只能很裸露的把他所有的情绪抛出来。其实我们会鼓励生病在最后阶段的朋友，就把自己原本很坚持隐忍的，或坚持保持正向的，就放下吧。我们多么鼓励你，让你真真实实就像是一个婴儿来到地球，他们的情绪反应是直接的，恰恰也锻炼了身旁陪伴的家人如何真的，当你说了一辈子要好好修行，就是为了死亡后的，这就是非常好的直接经验的最棒的考验。这个时候你要学习的是放下小我一样的愧对，一样的来不及的懊悔，一样的遗憾，然后你感觉这些东西你必须支持自己，盯住自己，我不能在病人面前脆弱。你知道我会鼓励你什么吗？我会鼓励尝试在每个面对病人的时候，不用头脑想，是放下个人在那个当下的这个练习，其实有点像通灵人的练习，把个人的感受先暂时放下，而成为一个中立、客观，甚至你会感觉我也必须把情感暂时放下，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像是一个人间的守护神，你在照顾的是即将回到灵界的活菩萨，所以我们要帮助他离开的时候，不会把这个疾病生生世世的传下去。怎么做呢？你会想，你会用头脑的制约去告诉自己，为什么他总是很暴躁，而且说了很多让人伤心的话，而且感觉什么点点点点点，是不是我做不好？放下。是不是我照顾得不好？放下。我不行了，我的情绪快爆炸了，因为我累了，而且我一直被数落。好，放下。我知道都不容易，但是这却是最后你与临别的亲人们很好的圆满。我会鼓励你们身旁的支持的朋友们，这个时候是最好超越小我自我的关键。但你做到了，就是让这个即将往生的亲人可以毫无挂碍的好好的走向另外一个世界。我想到了一个我朋友的经历，那他也是曾经在1年前陪伴非常非常亲密的她的丈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癌4期了，然后发现之后1个月之后就走了。就是说她的老公的家人其实有蛮多的一些争吵的状态，所以她是非常感同身受她的丈夫。那我感觉她的状态是一直到现在都还非常的对她的丈夫的遭遇感到很不舍。她怎么去面对这个她对她丈夫她因为她的丈夫感到不平的这种心情呢？我知道要放下一些冲突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他在情感层面这么深的跟一个人有着连结，
而突然巨然的死亡是为了让他学习什么呢？以我高龄的角度，首先他有3个很棒的学习。我知道不容易，我知道这是一个人生命的大学习，但我们尝试着每天跟自己更靠近。第一个，这种巨然或者是意外死亡的身边最亲近的伴侣或家人，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你知道你会选择这个功课，是因为你的灵魂有一个很深的意愿，你想要在生命生与死之间去明白地球人类生命的意义，而这个背后所产生的痛楚、愧对、无助，跟失去亲人里，每天在一个很暗夜的状态里，我们都看得到。我们看得到，但我们同时也看到2、3年后的你，在释怀以后而产生更大的慈悲心与爱，这才是我们看到真正的灵魂学习价值。第2个部分，巨然的离开会让人的心轮有一种失去安全感，跟无法在一个平安的状态里。所以念佛经对他很好之外，要常常的在心里面以爱跟已故的亲人连结，这会让那一份仇恨，不管他认为先生还挂碍的或不挂碍的，或者他为他打抱不平的，重点亡者已经没有那一份情绪，但也许他会承愿再度轮回，是因为他觉得可以圆满，这是他的选择，他的故事。但针对你的这个朋友，我强烈给他建议，你要学习的就是让那一份你们彼此间很美好的，或者是那个不公平，也许压在你很深的心里面，你也可以看见自己在关系里没有来得及修补的。而他与家人的故事，请你放轻松，因为这是对他跟你最好的祝福。他用他的灵魂有智慧的去抉择他与将来要共振的故事，但你可以绝对的知道他在灵界，在另外一个世界安然无恙，而且是完全没有痛苦的。所以他怎么会忍心看到你痛苦呢？对他最好的回向就是深深的感谢他，还有别人跟他的故事，不要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这样会伤了你的心。我会建议你在你念佛经的时候，用左手掌放在你的心，你要修复的是你的心，而不是你头脑认为在打抱不平。我们在愤怒的，其实都是在对自己说，或者希望已故的亲人跑来跟你说，我很好，别担心。你知道亡者没有身体的负累，是轻盈自在的，他会一段时间跟他们的神性进行很多的学习，他们会看到生生世世自己还没有学习圆满的，他们就会非常喜乐去选择下一辈子。但活着的人，就是第3个我想要建议的，走出去，多运动，你生命里面的爱可以放大了，你生命里对这个世界开始有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以
带着很深的慈悲心去看着每一个走在你面前的人，甚至有一天有可能是先生的家人，这才是真正你可以放下你一直坚持的部分。我们可以在放下自己执着的，你会发现你可以感受到他偶尔回来看你，那份你们彼此的喜悦，你的生命就会轻松，你就会很轻盈的连接上你心中的菩萨，你就不断的蜕变，不断的被净化，不断的接受疗愈，不断的成长，成为一个有爱的存在。哇，就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么沉重的话题的时候，我们不断听到的是轻盈跟放下这2个字。我很好奇，是说不知道高龄怎么看？就是我相信我们在陪伴就是这样子有重大疾病就面临死亡的家人，有一个最恐惧的时刻，其实是在家人要走的那一刹那。我们会很多时候会恐惧自己到底能不能够去面对那个状态，或者是说怎么去给即将要走的家人一个最好的支持，或者是我们不知道他放下了吗？我们做的对，确实还是会有一种恐惧，我们做的对不对？我想请问你，我们可以只管好自己的部分吗？我说你支持他，你放下小我，但这一个力量中心还是在我们内在，而我们内在如果可以平静，让自己调整到无私的陪伴，其实你怎么会让自己这么担心呢？什么叫无私的陪伴？虽然它是高超的练习，但我相信你做得到，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你明白了，离开这个身体它会更大更伟大，离开这个身体他会去到很平安的地方，离开这个身体他会因为你的真诚而得到很大的祝福。什么叫做不好？如果在无形我们的世界，什么样的亲人陪伴我们称大扣分，就是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无法真的在当下去同理包容病人的状态。这样讲很犀利，但它事实上也是亚洲很多夫妻、很多家人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长期的压抑，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情绪会错综复杂。我理解，面对死亡，如果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没有这么和善、这么温和，你一定会百感交集，而让很多的情绪在你内在里不断的冲突。我为什么说这扣分很严厉？因为一个面对死亡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身边人愿意先放下个人人格的投射、控制、主导情绪。你当然可以哭泣，但记得每一个哭泣里面都是你已经静心过的，你已经反刍过的。那个哭泣里面是爱本身，那是有力量的。但如果那个哭泣里是为了抱怨我人生怎么办，你怎么会拖病拖这么久，我一定要非常严厉的指出，请你不要将这生命的礼物这么粗糙的方式推走，因为伤到的会是自己。我想鼓励所有很孝顺的家人们，或者是一些很友善的家人、亲朋好友们，真的这个时候，你只要在病人面前做到
看到他背后的脆弱，跟他即将离开。也许他表面坚持，但是看到他的恐惧无助，把自己先放下。如果在这样的生命里，你练习到无我，你知道这个彼此在灵魂层面会有多大的圆满吗？你是否听过有些宗教佛经里面说，人修一辈子就修断气的那一刻，是一样的道理。你是否真的放下，而不再起憎恨心、贪嗔痴，甚至想要家人们可以照着他的情绪被搅和一通？其实病人不是故意，而是身体真的承受不了，那种痛楚是无法用头脑压抑的，那是最真实，它隐藏在自己正在释放的。有人会很悲伤，有人会很怨天，有人会很愤怒，让它释放吧。但千万记得，接招这个释放的时候，不要对号入座。所以我请你们练就无我无私。你是否可以把这一个病人不再是你的亲人，甚至更中立的看待，但因此有更多爱？当他又发脾气，让大家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在当下放下自己，我无私的对待，其实这个是对他灵魂最好的祝福，还有对你自己跟此人此生圆满的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有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无私全然的忘掉自己，但亲人总是这么深刻，所以做到了会是最大最大释放家族这捆绑业力重要的关键。我知道你会做得很好，因为你本性的良善里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头脑放下，请你好好在这个时候接受自己有可能做得不完美，但唯一完美的是那一份真心，这就够了。这就是家人间最可贵的缘分，因为真诚，所以那份心就变得隽永在宇宙间的你们。谢谢，谢谢。那是回答的好吗 ？OK 吧？乐乐等哎，我在剪，没关系。